之前我们不是听说就是在阿富汗这边女孩不让上学吗？有些话不能说。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钟，我现在是在阿富汗的坎大哈，这里呢是塔利班的老家。大家知道阿富汗这个国家呢是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那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是一家中国同胞啊，他们呢是在这边生活了好几年，而且他的小孩呢还在这边读书。那今天呢就跟着小钟的镜头一起看看在阿富汗生活是什么样的体验。现在星星要去上学了，你在这边上有多长时间了？我在阿富汗上了有1年半了吧。1年半了。嗯，这就你学校了。对吧？勋勋好高啊，你多高呀我1.92米。1.92米。对。天哪，就是这是当地算是比较好的学校了。对，这是个分校，主校在市里。哦，那这些小孩我感觉他们好小啊。是的，但是他们相当于12、13岁吧。12、13岁。有的上学比较晚的是3、4岁，长得比较矮。这就是数学，这是7年级的数学。对。3乘0等于0，3乘1等于3，这么简单的。这个数学感觉挺简单的。自信点把好像去掉，就是很简单。我在这会儿，我先适应一下，因为那个语言，在那个就是咱中国的教育比这块要那个高一点，所以呢，我就是有一些知识储备我已经储备了，我直接往那个高中跳。中国学生真的是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哈。对，虽然说国内卷了点儿。所以在阿富汗这边的学校基本上都是男性老师。对，没有女老师。没见过女老师。那你们上课的话是周几到周几呢？周6到周4。周6到周4，就相当于只放星期5一天。对。你好，你好，这是课代表吗？还是班长？助手吧。哦，就相当于是咱们国内的班长那个概念。那像在这边上学的话，1年的学费大概多少钱？1个月的话是150人民币。这么便宜？对，1个月。对，所有费用。算是公立还是私立呢？私立。私立学校哈。公立是完全不收钱的，还免费发书发外包。哎，勋勋，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因为就是你在这个阿富汗上学，基本上你是看不到女学生的。对。然后你妈妈说的就是，如果你见了那个女生，你就得娶她，是吗？如果说就是也对，差不多。就是你见了一个女生，你就得娶她。就在之前你们是不能够谈恋爱那种的。不能谈恋爱。就只能是结婚。先订婚，然后结婚，这块大多数是这样的。大概是多少年纪订婚、结婚？大概这个班里就有很多订婚了的。就这个班里啊？对。是10几岁就订婚了？他们订婚很早的，他那个13、14岁、14、15岁就订婚。咱逛一下，看来这个全球的学校都一样啊。有个小卖部，生意最好的地方。这个小卖部的老板是不是校长的亲戚？严重怀疑是的。应该是哈。看一看。你也不能吃东西啊，你斋戒啊。对啊，我不能吃东西。但小孩是可以的哈。对。小零食。萨拉马雷库。这个生意太好了，我的天，排着队买。这个私立学校感觉就条件好很多哈，还能有钱买零食，穿的校服也很干净。那你平时在这边的话，是不是他们没事就会找你搭讪？对。你看这个。勋勋这个身高192，在学校就是小霸王。你当时是什么原因来阿富汗上学的？不想在国内卷了。是你提出的还是爸妈提出的？我爸妈先提出的，然后我也同意了，真不想在国内。你在国内上到几年级了？上完小学。小学就过来了？对。在阿富汗上学和中国上学最大的区别是啥呢？其实我感觉，因为我是外国人，这块很少见过外国人，就是成了关注点，就是全校的瞩目的一个人。对。那你来了这边之后，其实你们平时接触的塔利班也挺多的。对，我经常跟塔利班玩。那你感觉塔利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因为其实我们国内的人提到塔利班，就感觉好像挺敏感、挺害怕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感觉我跟他们玩的都挺好的，也算是哥们儿吧。也算是哥们儿。就你跟塔利班当哥们儿。那其实因为我们在一些新闻里面都会看到什么塔利班跟谁打仗呀，或者咋地，就会觉得他们很猛。确实是挺猛的，他们这个普什图的民族还是非常猛，就类似于是阿富汗的战斗民族。对。你现在是16岁嘛？你今后的打算就是一直在阿富汗吗？这中途我肯定是会回国旅游，然后打算还是在这儿长待，上个大学。你说有很多你的同学是开车上学啊？这就是开车上学的，可以的，这有钱人的小孩啊。少爷的车已经来了，少爷上车吧。咱现在是来到一个文具店，准备给孩子们买点东西。240本够不够？应该够了哈。
对，200本。那这个铅笔也是拿个240支吧？谢谢。不带它吗？这是教室吗？对，这会儿原来都是帐篷，那个原来也是帐篷，现在有钱了嘛，又垒了块砖，这是还是帐篷。How are you? Good. Does he know English? Yes, yes. English. How are you? Good, sir. French. 飞哥他们就是老师吗？对，这是校长。哦。校长。Hello. Assalamualaikum. 之前我们不是听说就是在阿富汗这边女孩不让上学吗？对。那他们这个是？他们可以上到6年级。上到6年级就不能上了。然后6年级后就不让上了。然后但是实际上就有些话不能说。那他们在这边就6年级，这6年学什么东西呢？其实就非常简单的一些那个数学呀，然后普什图语啊，学点英语。然后我看就是我听到校长说他也在学中文啊。对，中文有的时候我们来教一下。你过来教？那我这个女生我不能来教，有时候那啥你嫂子教是吧？可以握手吗？可以吗？这是可以的吗？哇，谢谢，握个手好吗？握手。哇，谢谢。孩子们买的礼物，因为我本来想给他们买吃的，但是因为是斋月啊。没有这个本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平时他们都是用过之后用那个铅笔擦了之后再重复用的。所以说他们看到这个都很想要。对，他们都真的好可爱，他们是属于那种又害怕但是又很好奇哈。Give me the questions. 现在这些小孩子们，他们要进到这个教室去上课了。然后大家可以留意到，这个他们背的书包呢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UNICEF。就在阿富汗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多人都会提供一些帮助吧，不管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就是印证了那句话吧，爱无国界啊。那像他们这些小孩在这里上学的话，是需要费用吗？全是免费，整个学校所有全是免费的。那这日常的这些开销，老师啊，还有这个费用是谁付呢？费用主要是我，然后老师们也是在用爱发电，老师们的工资非常低。你比如说像这些老师，他们都是不要钱的吗？要钱，1个月工资大概多100多人民币。你看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在地上席地而坐。其实有条件学校肯定是坐桌子上，但我们没有这个条件。Nice to see you.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Khalid. Hanit. How old are you? I'm 9 years old. Okay.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hina. You know China? 你好啊。你好。Nice to see you. Mashallah. What's your name? Johnny. What do you want to be in the future? What kind of job you want to do? I want your future to be doctor. What do you want to be? Me want I am an Engineer. I want to in the future I will be make a doctor. A doctor. I am a big doctor. Surgeon. I'm surgeon doctor. Surgeon doctor. Yes, in the Okay. future. Okay. Teacher. Yes. Teacher, like your teacher right here? Okay. He's a good teacher. Great. 他原来就是这儿的学生，现在这儿当老师。真的吗 I learned English language at this academy. Okay. Then from him that he worked more me as a second language here. Yeah. So I suppose from him that he worked more for this community, for these people.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小哥啊，他才19岁，他之前也是这儿的学生，然后现在又回来当老师了。这不属于那啥了吗？这个之前别人对他用爱发电，现在他也用他的爱照亮新的学生了，就相当于传承。飞哥，你是怎么样变成了这个学校后面的一个支持者呢？因为就是当时他们执照办不下来嘛，执照办不下来，他们就是这个学校面临关停这个问题。然后因为之前我们就认识，因为我在这坎大哈很小，6年很多人都认识我，然后我们之前也有交集，然后后来找我说能不能就是让学校继续办下去。我说那你就现在先挂我名字，我也没时间去申请这个执照。但是自从挂我名字之后，班一个电话都没给他们打过。就其实我们对这个阿富汗的情况也都了解。就阿富汗作为一个差不多拥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吧，对，它有很多人是生活都成困难的，就更不要谈上学了。就刚我们看到那些小女孩、小男孩，他们也是因为有这个机会进到这个学校，还能够学一些东西。对，如果说有的人他们很有想法，就像刚刚那个小哥一样，
他自己比较上进啊，然后又能学得一口很流利的英语，然后能够去到更好的学校，才有一个改变命运的可能。对，所以其实，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国家，确实啊，就是用一句不大好听的话，就是说，出生就是地狱模式，真的挺难的。挺难的，就是挺难的。但是好在呢，有像飞哥这样的人，能够给予一些希望吧。This is the cash I have all, so I hope you can get some, how to say, sugars or the food for the girls and boys. Inshallah, I will Thank you, thank you. Out of money. 我觉得最让人心疼的就是他们那些女孩，真的是可以有更好的人生，但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家，就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的享受知识的年纪到了12岁就截止了，就真的特别的难。